就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，就是磨麦机这个部分。反正我有很多集嘛，一开始是没有磨麦机嘛，那后来才，因为我们想说这个麦子第一个它麦子比较容易保存啊，就是面粉比较容易，如果你是面粉来的话是比较容易坏，麦子比较容易保存这样子。那然后我们自己打的话，也比较知道你的面粉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。像有一些，其实一般市面上的面粉的话，你通常拿到是白面粉嘛，白面粉就是经过精制过的，它就只剩下麦最中心的部分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有一些当然更夸张，就是说你会有漂白啊等等的问题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你拿到就是一堆粉嘛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做的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有参考其他的有自己在做面包的一些朋友啊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买到也是德国的，或者是也有介绍到美国的、日本的等等的磨麦机这样。然后我们在比较差别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就是你竟然有这么多种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木头外壳没有错，但是也有一些塑胶的。所以说它的那个规格呢，就是你就最 low 的就是塑胶外壳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变成木头外壳嘛。对，那我们当然不会要塑胶的外壳啊，我们当然是木头为主嘛，因为它是接触我们吃的部分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磨的那个新的组成嘛的那个石头这样子。那这是我们买的嘛，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基本上你把它旋开来，有点卡，这样子，你就会看到它这边跟这边都有石头嘛，就是磨麦子的石头这样子。那这石头一般来讲，就是我们在找的时候，当然是以天然为诉求嘛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找石头这样子，真正的石头去切割出来的这样。有些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家那个大理石的台面有没有？对。有些大理石的那个琉璃台啊台面啊是真的石头，有些是人造石嘛。像大家那个装潢啊阶梯，其实有些都是人造石，看起来只是很像真正的石头，但是其实它不是，它是烧结，就是你把很多的那个你要加进去的沙子，然后再加一点粘着剂，然后再去烧结，就会变成像石头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但是那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一直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磨麦子会一直摩擦嘛，摩擦的话，在摩擦过程中是不是就像轮胎一样？你一直摩擦路面的话，它是不是它的那个上面的东西就会一直掉下来？所以它上面的东西如果掉下来，掉到你的面粉里面的话，你只是被你吃下去这样子。其实我们目前找到的只有石头的只有这一家，这样子，就是他就是强调说，他绝对不会想要让他的面粉接触到任何的塑胶，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走那个怎么样，就是说，你看哦，我们面粉有经过到的每个地方都是用木头包住的哦，这样子。好，你看这外面是铁皮嘛，但是其实里面有一圈木头在的，好吗？这边还有圈一圈木头在里面。对对对，然后所以它整个都是木头嘛，里面枪饰也是木头，这也是木头，对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不是石头就是木头这样。这个是我们比较早期买的，比较小型的，但是有点不敷使用嘛，所以我们就买这个就是超大的，然后这个非常重，大概应该是19公斤吧，对，然后你转这个的时候就好像我也不知道好像在转什么阀一样，气阀，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因为一直有在用嘛，所以上面粉都还在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就是从这边进来嘛，然后这边外面都是木头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个铁皮是为了要让它固定嘛，然后外面就是包，外面就里面还是有木头的。所以说，如果用这个磨麦机的话，我们比较知道说，就是我们是真正去买麦子把它磨出来的麦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你也比较确定说，它是真的是整颗麦子下去磨的，然后它整颗的营养也会都在里面这样子。
对，但是你在吃这些面包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说，哎，怎么跟一般的这个面包差非常多？口感，对，口感差非常多，因为就是怎么讲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喜欢吃那种日本的面包嘛，非常软，口感很好，这样。可问题是它就是所谓的精致的食物嘛，它就不是那种很原始的，然后含有多种营养的那种食物的那种面包了，这样。所以如果你要拿整个谷子下去磨的话，它的营养会比较完整。但是呢，它不像那种就是白面粉那种高筋面粉那么样的 Q 弹。那一般外面你可能其实全麦面包其实还是蛮好吃的啊，很 Q 弹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像刚才讲的，就是很多全麦面粉里面其实是加了，就是它会先用白面粉先做，然后再加一点麸皮进去，然后加一点褐色的色素进去，就会变成看起来像是全麦面包，全麦的颜色，但其实不是啊。如果你有吃过全麦面包，你就知道，其实它不是那样子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我们确定这些每一个环节，就是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怎么讲，我们自己都知道的话，才比较放心说哦，这的确就是真正的就是怎么讲，几百年来、几千年来所做出来的真正的面包嘛。